楚风师弟，那便得罪了。见没有商量余地，杨晨和宋知了都是释放出了他们的气息。原来他们二人都是七品至尊，这气息与施展了雷纹的楚风乃是相同。释放出气息的同时，他们二人便同时出手。他们二人的战力可比夏冉强多了，只是哪怕他们二人联手，却也依然无法击败楚风。这楚风还真是有点手段啊！眼见着杨晨和宋知了联手都难以击败楚风，人们对楚风再度刮目相看。毕竟他们都知道杨晨和宋知了与夏冉有所不同。夏冉是命好，认了一个厉害的干姐姐，但杨晨和宋知了可都是凭借真材实料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忽然，虚空之上响彻起猛兽的哀嚎，是杨晨施展了天赐神力，提升了实力。他的修为已是从7品至尊提升到了8品至尊的地步。但提升修为之后，杨晨没有对楚风出手，反而是向后退去。楚风师弟，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原来这杨晨是不想伤害楚风，只是提升修为，让楚风知难而退。见状，宋知了也是释放出了天赐神力，他的修为也是从7品至尊提升到了8品至尊的地步。楚风师弟，都是同门，没什么说不开的，你向夏冉认个错就算了。宋知了也是对楚风劝道。杨晨、宋知了，你们装什么好人？这楚风谎话连篇，竟厚颜无耻道，说自己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这是对独孤凌天大人的亵渎和大不敬。你们身为卧龙武宗弟子，没有愤怒，反而好言相劝，还是不是卧龙武宗弟子？我告诉你们，这雪域天风乃是独孤凌天大人说的算。你们今日不把楚风打得满地找牙，就被想进入雪域神宫。夏冉咆哮起来，这让杨晨和宋知了也是有些为难。杨师兄、宋师姐，尽管出手吧，就当是一场切磋，让我新来乍到的我领教一下卧龙武宗弟子的本领。记住，不要手下留情，因为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楚风此话说完，身上便有雷霆涌动，雷霆浮现，便立刻化作铠甲覆盖在楚风身上。而楚风的气息也是从7品至尊再度攀升，来到了8品至尊境，居然再至尊境，解开了雷纹和雷霆铠甲2重力量。难怪这楚风面对7品至尊的杨师兄和宋师姐也是丝毫不惧。看到楚风身上的雷霆铠甲，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再度变化。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留手了。杨晨不想拖延时间，直接对楚风出手，而宋知了也是一同出手。只是哪怕他们二人联手，也依旧难以占据优势。一番交手之后，2把武力化作的分别落在了杨晨和宋知了的脖颈之上。是楚风以武力凝聚成的兵刃。楚风他已是使得杨晨和宋知了丧失继续作战的能力。这场对决是楚风胜了。虽然这场对决还没有到使用半程尊兵的地步，但所有人都知道杨晨和宋知了并没有留手，他们的实力大家是知道的。他们的确是施展了自己的实力，没有保留。不是他们弱，而是这个楚风太强了。看来是我赢了。楚风没有为难杨晨和宋知了，而是将手中的武力兵刃化解开来。楚风师弟，谢了。至于杨晨和宋知了，则是在修为恢复到7品至尊后，一同对楚风施以一礼。虽然楚风嘴上说不会手下留情，但这一战却根本没有伤他们。他们知道楚风对他们已是仁至义尽。夏冉，你要我做的我已经做了。雪域天风的修炼时间没有多少了，快打开雪域神宫的大门，让大家进去修炼吧。切磋过后，杨晨对夏冉说道：没用的废物，连楚风这种下品天赋的庸才都打不过，还想进入雪域神宫，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夏冉咬牙切齿地说道：夏师兄，打开吧，不然护法大人责怪下来可怎么办？见状，毕晶晶也是上前劝道：打开可以，但是北玄院的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入，至于其他东龙院和西虎院的人，要在这里发誓，你们发誓从今以后与楚风不共戴天，否则也是不配踏入独孤凌天大人的雪域神宫。夏冉目光扫视众人，高声说道。他此话一出，许多人脸上露出犯难之色。楚风胆大包天，敢亵渎独孤凌天大人，我赵普从今以后与楚风不共戴天。可是没过多久，便有东龙院的弟子举手发誓了：楚风罪该万死，我与楚风不共戴天。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弟子开始举手发誓。蓝雀院的弟子不用说，除了毕晶晶全部发誓。北玄院的弟子从一开始就被除去名额，也就不用再提。可是西虎院来到此处100人中，竟只有40人发誓，而东龙院来到此处的300人之中，竟也只有137人发誓。竟然有许多人宁愿不进入雪域神宫，也不愿意发誓与楚风为敌。这一幕不仅让夏冉意外，就连楚风也很意外。楚风师弟，多谢你刚刚手下留情，在下杨晨决定交你这个朋友。杨晨走到了楚风身旁，他是没有发誓的人一个。而当他走来后，东龙院也有一些弟子走了过来，兔圆圆自然也在其中。但令楚风有些意外的是，花许竟然也跟着过来了。他明明对自己恨之入骨，可却在能够交好夏冉的时候选择放弃了，这是让楚风有些不解的。明明之前他还在当众羞辱楚风。紧接着，宋知了也是带着西虎院的一些弟子走到了楚风身旁。当然，没有发誓的人有很多，但是来到楚风身旁选择支持楚风的并不多。他们想必只是不想做昧良心的事，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尊严和底线，但也没有打算与楚风交好，所以选择谁也不得罪。很好，很好，你们都不配在雪域天风修炼，更不配进入雪域神宫。夏冉气得咬牙切齿，脸色都变得铁青，但他却偏偏硬要表现出很是欣慰的模样。他看向那些发誓的人们：各位师弟师妹，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没有让独孤凌天大人失望，你们才是有资格进入雪域神宫的人。现在你们进去吧。夏冉对众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也不犹豫，赶忙向雪域神宫冲去。只是那些人却全部挤在了门口。
好像根本进不去。夏师兄，能不能收回令牌的力量，放我们进去？有人对夏冉说道。这雪域神宫没有大门，只有一道结界门，正常来说可以直接进去，但夏冉有令牌在手，他是可以封闭结界门的。眼下人们无法进去，他们才觉得是夏冉用那令牌的力量封闭了结界门。我没有封闭结界门，你们难道进不去吗？夏冉问道。的确进不去，毕晶晶也尝试了一下，发现结界门的确是关闭的。不可能啊！夏冉见状也是赶忙过去尝试，这才发现就连他也无法进去。夏师兄，你别闹了，你要我们发誓，我们也都发了，快让我们进去吧。是啊，夏师兄，时间快到了，再不进去要白白错过这次机会了。一时之间，那些弟子纷纷说道：“不是我弄的，怎么会这样？”夏冉也是有些慌了，不停地催动手中的令牌，但无论怎么催动都是没用。可就在此时，一阵大笑忽然响起，那是楚风，是楚风在大笑，并且还笑得极为讽刺。你笑什么？夏冉很是不爽地问道。因为楚风这个样子，分明是在看他们笑话。抱歉，我本不想笑的，只是我见你们一群没有资格进入雪域神宫的人，非要进去，实在忍不住了。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关注蜜蜂的微信公众号，可看楚风外传，名称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在微信添加朋友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关注即可。你敢说我们没有资格？你难道看不到那雪域神宫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吗？这雪域神宫是属于独孤凌天大人的，而独孤凌天大人则是我南阙院的。夏冉指着雪域神宫上的牌匾，对楚风说道。看到了，但是可惜你们就是没资格进去，但是我们有。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夏冉等人莫名其妙，就连宋喜等人也是莫名其妙。宋师姐，你进去。楚风对身旁的宋知了说道。我进去。宋知了也是有些不知所措。宋师姐，你一定可以进得去。楚风说道。好，那我试试。宋知了半信半疑，但还是向雪域神宫走去。站住，你没资格进去。可还不待宋知了靠近，夏冉则是拦在雪域神宫的结界门之前。眼见着夏冉拦路，宋知了也是有些为难。其实他的实力，夏冉根本拦不住他，但夏冉的身后可是有夏言撑腰的。宋知了虽不怕夏冉，可他却不敢得罪夏言，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可就在此时，一道雷霆忽然掠来，是楚风。楚风来到夏冉身旁，二话不说，一拳轰出，直接轰在了夏冉的腹部。楚风此时是提升了修为的，神级雷纹在额头涌动之际，他的修为可是7品至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落在夏冉腹部，夏冉根本承受不住，只听突的一声，夏冉直接疼得跪在了地上，鲜血和口水还有呕吐物一同自其口中喷了出来。楚风，你这是做什么？眼见着楚风竟直接出手打了夏冉，所有人都是吓了一跳。毕晶晶更是直接气愤地对楚风吼了起来。虽然先前楚风与夏冉切磋，夏冉也败给了楚风，但那毕竟是夏冉先找的麻烦，他咄咄逼人的时候，楚风反击也能理解。可这一次是楚风直接出手，并且这一拳的威力可是不小。毕师姐，我说过了，刚刚我放过他，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但他若是不知收手，我就绝对不客气，我这一拳都是轻的。楚风此话说完，便一把抓住了夏冉的头发，将其给硬生生的抓了起来。相比于捏住他的喉咙，直接抓起他的头发，看上去更为羞辱。夏冉，你记住了，你再敢惹我，就不是打你一拳这么简单。楚风此话说完，竟狠狠一甩，将夏冉狠狠地甩在了雪域神宫的墙上。这一甩可是不轻，把夏冉撞得头昏眼花，那嘴里的东西吐得更多了。眼见夏冉负伤，南阙院许多弟子都是一拥而上，关心地将夏冉扶了起来，包括毕晶晶也在其中。而方云史更是恶狠狠地指向楚风。楚风，你死定了！你敢这样对夏师兄，这卧龙武宗容不得你了，容不得我。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楚风身形一闪，便来到方云史身前。你要干嘛？看到楚风来到近前，方云史顿时吓得脸庞都扭曲起来。你刚刚说什么？你是说这卧龙武宗容不得我？楚风没有直接对方云史出手，而是用那冷冽的目光近距离地凝视着方云史。方云史都不敢正视楚风，他突然后悔了，后悔说了那句讨好夏冉去威胁楚风的话。他感受到了杀意，那杀意冰冷刺骨，穿透他的身躯，穿透他的灵魂。他连话都不敢说了，他觉得他再说错一句话，楚风可能会杀了他。杀了他能怎样？在整个卧龙武宗而言，他只是一个小角色。楚风连夏冉都敢打，杀他自然也是不在话下呀。方云史真的吓坏了，他连说话都在颤抖。他怂了，想要认错，但是碍于面子，又陷入了纠结之中，跪下。可忽然间，楚风大喝一声，这一声怒喝宛如雷鸣炸响，是在方云史的体内炸响。那方云史顿时身躯一颤，双腿发软，紧接着便扑通一声，真的跪在了楚风面前。他不仅跪下了，眼泪更是失控一般，自其扭曲的脸庞不停地落下。这一幕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楚风心有怒意，让方云史下跪，人们能理解，可方云史竟真的就跪了，人们则是有些无法理解了。楚风真有那么可怕吗？可实际上，楚风就是有这么可怕，但眼下只有方云史感受得到。楚风，你是不是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枉我还一直帮你说话。毕晶晶很是愤怒地看着楚风，其实他对楚风并无敌意，否则之前也不会一再阻拦夏冉他们欺凌楚风。可他毕竟是南阙院的弟子，如今他南阙院弟子被楚风这样对待，他自然也要站出来说话。我过分，毕师姐，我楚风来到这里，可有主动找过方云史的麻烦，可有主动找过夏冉的麻烦，他们拿家的测试时害我，
抢夺我北玄院同门的东西，反过来说我们抢夺他们东西，借此机会来教训我。刚刚夏冉对我出手，是我楚风实力在他之上，所以没有吃亏。但倘若我的实力在他之下，他会如何对我？楚风对毕晶晶问道。毕晶晶沉默不语。毕师姐，你是帮我说话了，你的话我铭记于心。但是你说的话有作用吗？可有改变过什么？刚刚那夏冉一出手就是一段尊敬，若我挡不下来，我会是什么下场？我能不能活，都是两说。楚风再度说道，他的话语不是很响亮，只是寻常语气，可偏偏这短短几句却冲击力极强。因为楚风说的乃是实话，毕晶晶也是无话可说。至于旁人，也都明白，其实今日就是夏冉给楚风做了局，就是有意要挫楚风锐气。楚风若非自身实力过硬，那下场绝对比夏冉惨得多。诸位师兄师姐，我楚风刚刚拜入卧龙武宗，我对你们还不了解，但你们对我也必然还不了解。我楚风不是恃强凌弱之人，继位同门，若你们有需要，我楚风能帮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楚风也绝不容许外人欺负我卧龙武宗的同门。但是若是有谁看我不爽，想找我楚风麻烦的，我楚风也绝对不惧。我不管他有何背景，有谁撑腰，若看我不爽，就尽管放马过来，我楚风绝对让他悔恨终生。楚风目光如炬，扫向众人，而无论是东龙院、西虎院还是南阙院弟子，都是不敢与楚风正视。凡是楚风目光所到之处，所有人都会低下头，躲闪其目光，那感觉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不敢面对师长。他们也不知道为何，可此时竟然有内心深处的惧怕楚风。杨师兄，好奇怪啊，我明明没有做对不起楚风的事，怎么现在心里这么慌呢？他突然间变得好吓人。东龙院一位女弟子小声对杨晨说道，别说是你，就连我也是啊。杨晨说道，啥？师兄你也？听到杨晨的话，那位东龙院女弟子本来还有些不信，可是当杨晨侧过头，她看到杨晨脸上的冷汗后，他是想不信也不信了。杨晨居然被吓得流了冷汗，这位楚风师弟还真是一个狠角色呀！拜入卧龙武宗弟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见过不少，但像他这样的却是第一次看到。那名女弟子感叹道，看来我卧龙武宗是又要不太平了。杨晨也是低声叹道，但同时他的眼中却也有着一抹期待，看着那都不敢与自己正视的众人，楚风不由想起位于雪域天风结界外那夏冉刁难自己时的景象。那时这些人的眼中，楚风就是一个刚刚白入卧龙武宗的新人弟子，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楚风，哪怕无冤无仇也敢在一旁起哄。可现在他们却绝对不敢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不是那位护法大人的威慑，也不是他们本性善良，而是因为楚风自己。这是楚风用自己的实力所换来的尊重，而这也正是楚风想要的。宋师姐，你进去吧。楚风再度对宋知了说道。好。宋知了点了点头。此时已经没有人敢阻拦他，但他并没有直接走过去，而是先用手试探了一下，结果他的手顺利穿透了结界门。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包括宋知了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其他人哪怕是手也无法穿透结界门的。随后宋知了便鼓起勇气直接踏了进去，并且成功的走进了结界门。不过刚刚进去他就又跑出去了。我可以进去啊。宋知了对众人说道。听闻此话，那聚集在结界门外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尝试，只是无一例外，他们还是无法进去。为何会这样啊？众人彻底茫然了。如果他们都进不去还解释得通，可既然宋知了进得去，那为何他们还是进不去？宋喜、兔圆圆，你们也都进去。楚风冲着宋喜和兔圆圆挥了挥手。听闻此话，兔圆圆和宋喜也是非常听话的试了一下，而他们也都顺利进入了结界门之内。楚风，这是怎么回事？众人全部看向楚风，他们觉得此事一定是与楚风有关系。因为这个，楚风说话间拿出了一块令牌。那是看到那块令牌，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因为那令牌与夏冉所持令牌材质一样，气息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楚风的令牌是北玄院的令牌，并且那上面写的乃是楚风的名字。楚风师弟，难道你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宋知了睁大着眼眸盯着楚风，说话的时候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如若不然，又岂会拿到这块令牌？楚风笑了笑，楚风师弟，原来是你做的，是你让那些人失去了进入雪域神宫的资格。杨晨也是上前说道，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刚刚夏冉凭借那令牌一直威胁他们，早就让他十分不爽，如今楚风又用令牌阻止夏冉他们进去，楚风这样做实在是太解气了。对于杨晨的问题，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已是承认了一切，但随后却将目光看向那些弟子们。刚刚没有宣布与我为敌的人都可以踏入雪域神宫。楚风手握令牌，对众位弟子高声说道，多谢楚风师弟。听闻此话，众人兴奋异常，纷纷向雪域神宫冲去。果不其然，那些人都可以顺利进入雪域神宫，只是刚刚发誓的人却无论如何都进不去，这让那些人悔恨不已。他们与楚风无冤无仇，发誓与楚风为敌，只是想换取一个进入雪域神宫修炼的机会。毕竟这是1000年才有的一次机会，若是正常来说，根本轮不到他们。因为真的到了雪域神宫出现的日子，那东龙院、西虎院必然会派最顶尖的弟子来。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总有脸皮厚的人，有人开始向楚风认错，希望楚风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楚风却根本理都不理。而在众人纷纷进入雪域神宫的时候，黑曜和王子嫣等北玄院的弟子也是向雪域神宫冲去。只是其他北玄院弟子虽然进去了，但是黑曜和王子嫣却被拦在了外面。楚风师弟，这王子嫣和黑曜都可怜巴巴地看向了楚风。不用问我，你们自己有没有资格，心里应该清楚。楚风丢下这句话后，便看向了毕晶晶。毕师姐，南阙院中只有你有资格进入雪域神宫修炼，你若想进来的话，
我随时欢迎，但你若不想，我也绝不勉强。说完这句话，楚风便踏入了雪域神宫之中。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他清楚毕晶晶的立场。毕晶晶对楚风是没有敌意，可他终究是南阙院的人，并且毕晶晶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似乎是个有原则的人。楚风觉得，就算他让毕晶晶进，毕晶晶也是不会进的。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楚风猜测一样，毕晶晶的却没有进入雪域神宫修炼。可是，哪怕明知道他不进，楚风还是要告诉他，毕晶晶对楚风还不错。楚风要让他知道，楚风记得他的好，也会回报于他。楚风进入雪域神宫时，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了，因为雪域天风修炼时间所剩无几，人们不想浪费时间，大部分都已经在修炼之中了。但是也有少部分围着一个高台，楚风一眼就认出那个高台正是在天风顶端看到的高台。这高台是怎么回事啊？根据雪域神宫的记载，在雪域神宫里面并没有此物啊。那令牌是楚风师弟留下的吗？杨晨和宋知了也在观察高台，一边观察一边议论着。就在楚风靠近后，那高台立刻有了反应，一行光芒大字涌现而出，更名换牌，青史留名。而那光明大字与楚风在天风顶端看到的一模一样。楚风师弟，你是不是没有改名字啊？你看这后面还是独孤凌天大人的名字。宋知了指着高台对楚风说道，他此时就站在那高台的后方，所以能够看到后面的字迹。是这样的吗？楚风也是赶忙来到后方，这才发现原来高台后方还有刻写名字的地方。楚风师弟，你快试试。杨晨也是催促道。而听闻这种情况，就连许多原本进入修炼状态的人也是停止修炼，起身凑过来围观起来。倘若楚风真的能够更改名字，那便说明他是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的记录，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而他们则是将要见证历史的人。见状，楚风也不犹豫，而是走了过去。楚风将手伸过去，右手一摸，独孤凌天4个大字便消失了。随后楚风以手指为笔，竟真的将楚风2字刻写在了高台之上。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一下。兔圆圆激动的大喊着，便冲了出去。很快他便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变得更加兴奋。变了，变了，牌匾上的名字变了。楚风，你好厉害，你不愧是圣光天河最强天才，你居然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兔圆圆兴奋的又蹦又跳，手舞足蹈。我也去看看。见状，更多的人冲出去一探究竟，连修炼都顾不得了。真的变了，楚风师弟，你居然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所有回来的人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那是一种崇拜且敬佩的目光。楚风师弟，恭喜啊！而杨晨、宋知了等人虽然没有出去观看，但却也纷纷向楚风道喜。事到如今，几乎已经确定，楚风的确做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确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所留下的记录。而此事若是传开，必将轰动整个卧龙武宗。等一等，这位师妹，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楚风师弟是圣光天河最强天才？忽然有东龙院的一位弟子看向兔圆圆问道。是，实不相瞒，楚风的确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天才，就连圣光一族的圣光羽也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不仅仅是圣光天河的最强天才，更是挽救了圣光天河名声的英雄。兔圆圆说道。随后众人继续追问，而兔圆圆也不遮掩，将事情的大概经过与众人讲述起来。其实卧龙武宗强者如云，哪怕圣光天河最强天才的名头，也不如楚风打破独孤凌天纪录更为让人震撼。可毋庸置疑，圣光天河最强天才的名号对楚风来说也是一种光环加持。得知此事，人们对楚风的敬仰之情更浓。诸位师兄师姐，抓紧修炼吧！楚风对众人说道。对，修炼修炼！楚风开口后，兴奋的众人也不怠慢，纷纷开始修炼。楚风，可就在大家都去修炼之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身旁，乃是花许。楚风，我之前混蛋，有眼无珠，你能不能不要与我计较？花许对楚风说道，并且他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与楚风说话的时候都不敢抬头正视楚风，但楚风却能感受到他这次认错可不是虚情假意，相反却非常的诚恳。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但是我听闻欧阳彻长老因为你被贬为了外院长老，其实他是无辜的。我懂，我回去就与花生平前辈去说这件事，我会让欧阳彻长老回到东龙院的。楚风话还没有说完，花许便抢着说道。见花许如此诚恳，楚风也是笑了笑，去修炼吧，我也要修炼了。楚风此话说完，花许也是松了一口气，那压在他胸口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于是也跑去修炼了。楚风其实刚进入这雪域神宫就发现了，雪域神宫内的力量与雪域天风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这力量比其他层面要强出许多，可是相比于天风最顶端的力量，却还是弱了一些。雪域神宫1000年出现一次，所有弟子都可以进入，对于这些弟子而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可是对于可以登上雪域天风顶端的楚风而言，雪域神宫内的力量对他的帮助其实并不大。但楚风还是不想浪费机会，也与众人一样盘膝而下，开始修炼，是想借助此处的力量，看看能不能够破开卧龙魂甲，让自己的修为更上一层楼。只是可惜他没有得偿所愿。忽然力量开始消失，伴随力量消失的整个雪域神宫也一同消失了。楚风等人赶忙起身，这才发现那之前消失的护法大人又出现了。而至于守在外面的弟子，也是恭敬地站在护法大人身后，哪怕负伤的夏然等人也不例外。看那个模样，护法大人站在外面，似乎等了有一会了。楚风，恭喜了！护法大人笑着对楚风说道。多谢护法大人。楚风也是赶忙走上前去，对这位护法大人施以一礼。之前楚风修为没有恢复，若不是这位护法大人出手，他可能真的要在夏然手上吃亏了。可就在此时，那护法大人却拿出了一块测试石，丢在了楚风脚下。护法大人，您这是？
楚风有些不解的看着护法大人，既然能够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拥有神级天赋也不稀奇，老夫的这块测试石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你再测试一下，若是能够成功，老夫会给你一个交代。护法大人说道。多谢护法大人为弟子做主。楚风也不犹豫，立刻踏了上去。没过多久，那惊人的异象便自测试石内释放而出。这一次，在场的所有人都得以见证，真的神级天赋啊！这异象也太好看了吧！尽管早就猜测楚风能够触发神级天赋，可亲眼所见，人们仍是叹为观止。伪造测试时，诋毁同门师弟夏冉，此事你当作何解释？护法大人看向夏冉，大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夏冉赶忙辩解，还敢狡辩？护法大人大袖一甩，自己手中出现了一道令牌，令牌上面刻写着一个罚字，那令牌上的罚字映射出光芒，一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那结界门乃是透明的，能够看到结界门内的情况。那是一个血红的山谷，里面尽是可怕的怪物，哀嚎阵阵，宛如地狱一般。天风得狱，看到那结界门，许多人都是目露惊恐，纷纷向后退去。护法大人，弟子知错了，弟子知错了。而那夏冉更是赶忙跪在地上，向护法大人求饶，可以说已被吓得屁滚尿流。弟子夏冉以卑鄙手段诋毁同门，此事发生在其他地方，老夫不管，但发生在雪域天风，老夫绝对不能坐视不理。今日就罚你到天风地狱历练1个时辰。话罢，那结界门便释放出一股吸力，直接将夏冉吸了进去。见此一幕，众人吓得面露慌张，紧张的直吞口水。那天风地狱是什么地方？他们早有耳闻，曾有一个弟子被护法大人送入其中，只是历练了2个时辰，再出来之后人就疯了。还有人进去3个时辰，再出来已经几乎成了残废。虽说夏冉只是历练1个时辰，但这1个时辰之后，夏冉的下场也必然是极惨的。护法大人很少这样做，他今日的所作所为，人们很难不把他与楚风联系到一起。于是，不仅楚风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的事情开始疯狂的扩散，还有另外一个传闻，那就是这位看守雪域天风的护法赵玉书大人也是极为看好楚风，甚至还有人传闻说是这位护法大人想收楚风为弟子。当然，这都是谣传。那位护法大人惩戒过夏冉之后，便将楚风等人全部从雪域天风内驱赶了出去，之后也再也没有见过楚风了。至于楚风，则是早早的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休息。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这件事乃是轰动的，传开之后，4院都在讨论此事。但是要说影响，那影响最大的却是南阙院的人。此时夜幕早已降临，南阙院内一座恢宏的宫殿内，5位老者聚集于此，他们都是南阙院的长老，并且地位还都不低。除了这5位老者之外，还有一位小辈，那便是夏冉。夏冉此时皮肤发紫，似是中了毒，浑身上下更是有着触目惊心的伤口，就像是被猛兽啃食过一样，连胳膊都丢了一只，那个模样非常之惨。他已经昏死过去了，正躺在地上，而其中4位长老正在为他疗伤。真是没用，不过是天风地狱而已。老夫当年进去3个时辰都没有事，怎么1个时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大殿之内，唯一没有为夏冉疗伤的黄发老者很是不悦地说道：“拓跋大人，您天赋异禀，哪怕当年也是技压群雄，夏冉当然无法与您比。”那些长老虽然在为夏冉疗伤，可还不忘记夸赞这位拓跋长老。此人名为拓跋剑术，乃是南阙院的当家长老之一，乃武尊境的强者，实力极强。没用的东西！拓跋剑术此时很是愤怒，仍一脸不爽地看着夏冉。拓跋大人，那赵玉书已经发现测试石是假的了，他会不会严查呀？万一……另外几位长老有些紧张地问道，因为那块测试石乃是他们动的手脚，是他们动了手脚之后委派夏冉去刁难楚风的，正因为是他们做的，楚风才会无法发现端倪，所以他们怕，若是真的严查起来，他们也是难逃一劫。不会的，赵玉书很少多管闲事，他既然已经惩戒了夏冉，其实就是在警告我们，但不会真的对我们出手。拓跋剑术说道。拓跋大人，那我们以后只能放任那楚风成长了。若是真的只是拥有神级天赋，倒也罢了。此子竟然如此逆天，连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都打破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都被这楚风打破吗？若真是那样，那我南阙院日后就真的无法在卧龙武宗立足了。其他4位长老很是担心地说道。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有打算了。拓跋剑术说道。就在此时，殿门开启，又有一位长老跑了进来。拓跋大人，我打探好了，赵玉书大人还在雪域天风内，并没有去北玄院暗中保护楚风。拓跋大人，若是需要，属下这就去北玄院将那楚风杀了。刚刚进来这位长老禀告道。而听闻此话，其他几位互看一眼，他们似乎知道拓跋剑术的计划了，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楚风铲除。你去的话并不稳妥，还是老夫亲自去吧。只要赵玉书不插手，北玄院没人挡得住我。拓跋剑术说道。拓跋大人，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一些？若是传出去，我南阙院的名声将要不保啊！在场有2位长老劝道。我做事，难道你们还不放心？拓跋长老用冷冽的目光看向那2位，而那2位也是不敢回应。我这样做全是为了我南阙院，若是放任那楚风继续成长，我南阙院就要成为卧龙武宗最弱的一院了。其他人怎么想我不管，但我拓跋剑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话到此处，拓跋剑术目露凶狠之色。另外，你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我绝对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拓跋剑术说话间，又拿出了一颗透明的珠子。那珠子虽是透明，可却散发着极为厉害的气息。这是无形庇魂珠。看到这颗珠子，其他长老那悬着的心顿时下落了不少，甚至还有人脸上露出了笑意，因为他们知道这无形庇魂珠的厉害，只要服用了它，
不仅能够将身躯和气息隐藏得彻彻底底，甚至还能够穿过许多强大的结界，这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专门用来逃脱困境和暗杀他人的。拓跋剑术说做便做，等到夜深之后，便将那颗无形碧魂珠吞服而下。在这珠子的力量之下，拓跋剑术不仅顺利潜入北玄院，还顺利地进入了楚风的府邸。要知道，楚风向来谨慎，府邸本没有结界，但楚风自己却是加持了结界的。只是那结界对于服用了无形碧魂珠的拓跋剑术来说，却是没有任何作用。拓跋剑术进入府邸之后，刚好看到盘膝而坐，正在修炼的楚风。此时的楚风并没有察觉到已经有人闯入了自己的府邸，更是没有察觉到已经有危险靠近自己。而看到楚风，拓跋剑术二话不说，抬起手来，便想将楚风轰成粉碎。可就在他将要出手之际，一只手掌却凭空出现，捏住了拓跋剑术的手腕。而当其手腕被捏住的一刻，周围场景一阵变换，他的身躯也是漂浮而起。当拓跋剑术站稳脚跟之时，早已离开了楚风的府邸，来到了北玄院一处荒凉的无人之地。是谁？这一刻，拓跋剑术内心大惊，他明明服用了无形碧魂珠，怎么可能被人发现？最重要的是，此时他的周围根本没有人，他也不知道是谁将他抓到了这里。今日放你一马，再敢动楚风，要你狗命！可就在他惊慌失措之际，一道充斥杀意的声音却是映入他的耳中。南阙院那座夏冉疗伤的大殿内，夏冉仍在昏迷中，但他的伤势已经得到稳定，断掉的身躯已经恢复，气息也较为平稳。可那5位长老仍是一脸的紧张与不安，他们担心的自然不是夏冉，而是前去暗杀楚风的拓跋剑术。按理来说，以拓跋剑术的实力，他去暗杀楚风绝对能够成功。可在卧龙武宗，长老暗杀弟子，这乃是要处以死刑的大忌，所以他们才会有些担心。给我倒杯茶水。忽然一道声音在这殿内响起，阁下了几位长老身形一颤，但顺声观望，那殿内主位之上，空间一阵蠕动，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此人正是拓跋剑术。拓跋剑术毕竟服用了无形碧魂珠，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人们倒也不意外。可是看着拓跋剑术此时的模样，他们心中则是没了底。拓跋剑术脸色铁青，当有长老将一杯茶水递过去的时候，拓跋剑术居然连茶水都端不稳，身体在剧烈的抖动着。可是他们不敢说话，而是整齐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拓跋剑术将那杯茶水饮下。你们都听好了，以后无论是谁都不许再难为楚风。饮下茶水后，拓跋剑术才对几位长老说道：“拓跋大人，发生什么了？”几位长老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我被人发现了，无形碧魂珠对那个人都无效。拓跋剑术说道：“那此人是谁？难道是赵玉书？”几位长老也是吓得脸色发青，此事关系重大，若被发现，那可能要人头不保。不仅仅是拓跋剑术，他们搞不好也要遭受牵连。不是赵玉书，声音不像，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但是能够在我使用了无形碧魂珠的情况下还能发现我，此人就算不是赵玉书，其实力也必然是不弱于赵玉书的。拓跋剑术说道：“这可怎么办啊？”几位长老彻底慌了。赵玉书何等存在，那可是堪比卧龙长老的人物，此人若是堪比赵玉书，那很可能就是卧龙长老之一。而卧龙长老何等存在，那可是在卧龙武宗外具有生杀大权的人物，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此人若是真的要难为我，我就没办法活着回来了。拓跋剑术说道：“这么说来，他只是想保护楚风，也不想为难我们。拓跋大人，那位都和您说了什么？”几位长老问道。他只是说这次放过我，但若再敢对楚风动手，就……拓跋剑术话没有说全，但所有人都明白了拓跋剑术的意思。拓跋大人，他会不会只是暂时放过我，事后真的不会追究了吗？几位长老问道。这件事是我来做的，就算追究也是追究我，你们不用这么害怕，你们只要记住，以后不要再对楚风出手就好。还有，等夏冉醒了，也告诉他，以后不许再刁难楚风，找个时间去向楚风赔罪认错。好了，我要休息了，你们也都走吧。拓跋剑术都已开口感人，几位长老也不敢停留，带着夏冉便赶忙离开了此地。到底是谁呢？只是那些长老走后，拓跋剑术仍是不停的思索，他在想着那个拦住他的人到底是谁，想要根据他的声音进行分辨，毕竟他拓跋剑术也是有些身份的。卧龙武宗内，无论是宗主大人还是副宗主大人，又或者是卧龙长老，还有诸多护法，他都是见过的。只是无论怎么想，刚刚那位的声音都与这些人并不接近，最后他也只能觉得是那位不想暴露身份，所以故意伪装了声音。至于楚风，他根本不知道有人刺杀了他，危险与自己擦身而过。他一直想办法破开卧龙魂甲，一直没有休息。但是到了次日清晨，便有北玄院的长老找上门来，原来是北玄院的主事长老要见楚风。所谓主事长老，也是北玄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北玄院的最强者，掌管着北玄院的一切。这种人物要见楚风，楚风自然不敢怠慢。于是楚风很快便来到了北玄院的主殿，也见到了北玄院的主事长老。这位主事长老是一个面相和蔼的老人，对待楚风更是十分客气，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其实他找楚风倒是没有什么事，只是听闻楚风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后，便想见一见楚风。他与楚风交谈，也只是表达了北玄院会全力栽培楚风，更是表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他，他会保护楚风，为楚风撑腰。而一番客套的交谈之后，楚风也是问出了自己想问的一些事。主事大人，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您可知道于婷？楚风对主事大人问道。其实这些日子，楚风已经打听过关于于婷的事，楚风已是知道于婷乃东龙院弟子，但是于婷已经突然消失很久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正因如此，楚风才想向主事大人打听一下，毕竟他在卧龙武宗也是有些身份的，搞不好他会知道于婷的去处。于婷是那个与紫菱走得很近的弟子吗？主事长老问道。对，
就是他。听闻此话，楚风见到了一抹希望，因为其他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于婷与紫菱走得近。这位主事大人既然知道，他必然也更加了解于婷和紫菱的关系，搞不好他真的会清楚于婷现在何处。于婷不知道用何手段擅自逃离了卧龙武宗，按理来说这乃是大罪，若被刑罚长老抓到，那可是会很惨的。不过我听闻他被李凤仙大人抓到了，如今被李凤仙大人关押了起来。哦对了，李凤仙大人乃是我卧龙武宗的10位卧龙长老之一。主事大人对楚风讲述道。楚风，你为何要打听于婷？难道你认识他？但很快主事长老又对楚风问道，晚辈的确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之前犯了一些错，所以我很担心他。主事大人，您可知道李凤仙长老将于婷关押在了什么地方吗？楚风追问起来，他想知道于婷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你居然认识他啊？李凤仙大人将其关押在了自己府邸之中，只是具体是何处我也不知晓，我也无权过问。不过李凤仙大人没有将其移交给刑罚堂处置，我想对于婷来说已是恩赐，所以楚风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于婷，处罚是难免的，但是应该罪不至死。主事大人说道。这一句罪不至死让楚风心中一紧，说明于婷的情况未必乐观。但是说句实在话，楚风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况且对于于婷的处罚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主事大人，那您可知道紫菱现在如何？楚风再度问道。毕竟楚风进入卧龙武宗为的就是紫菱，他自然也更担心紫菱的状况。紫菱，你也听闻他的事了？主事大人看着楚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楚风点了点头。紫菱的确是一位天之娇女，进入我卧龙武宗时间最短，但却进步极快。不过楚风，你如果对紫菱有想法，我可要劝你一句了。整个卧龙武宗哪个男弟子对紫菱没有想法？莫说是你，卧龙弟子上那几位也早就心痒难耐，甚至付出了行动。所以我要劝你一句，你若真的对紫菱有想法，也不要说出来，先藏在心里，等到你真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否则会引来祸端。主事大人对楚风说道。楚风明白主事大人的意思，紫菱乃卧龙武宗宗主唯一的闭门弟子，将来可能是当作卧龙武宗宗主培养的。紫菱的天赋在卧龙武宗已经展现，至于紫菱的容貌，那楚风更是自信满满。如此女子自然是卧龙武宗所有男子梦寐以求，争相抢夺的。不过呀，就算你有能力，其实也未必能够成功。紫菱自从被宗主大人收为闭门弟子，哪个男弟子不想接近她？但她却一直自称也有相公了。对待女弟子还好，对待男弟子那叫一个冷淡，莫说交谈，连正眼看一眼都是不愿意。话到此处，主事大人又笑了笑，那个模样就像是他见到过紫菱对男弟子冷淡的模样一般。那紫菱的相公是谁？楚风笑嘻嘻地问道。这个倒是从未听他说起过，所以很多人都猜测他其实根本没有相公。所谓相公，只是他拒绝旁人的借口罢了。主事大人不知楚风心中所想，还一本正经地帮楚风分析着。那可不一定，我觉得紫菱姑娘不会说谎。楚风以十分确定的口吻说道，因为他很清楚紫菱所说的相公其实就是他。你为何如此断定？你该不会也认识紫菱吧？主事大人这句话是笑着说的，乃是玩笑性的疑问，他根本没有觉得楚风会认识紫菱。至于楚风也是笑了笑，他对这位主事大人并不了解，谈不上信任，可以向他了解一些情况，但没必要与他说那么多自己的事。楚风，咱们是自己人，我不会害你。你虽天赋超然，可越是如此，越会成为人们的眼中钉。虽然我北玄院会全力护你，但你接下来行事还是低调一点为好。说句难以启齿的话，毕竟我北玄院的实力。话到此处，主事大人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主事大人，您放心，我楚风做事会有分寸，我不会主动招惹别人，不会主动去找麻烦。但若有人来找我麻烦，我只是正常反击，相信主事大人也不会怪我。楚风说道。你还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主事大人笑着摇了摇头，他已经知道楚风很难低调了，但对此他也不好劝什么。主事大人，我听闻紫菱因为执意要离开卧龙武宗，所以被宗主大人关在了遗弃之地。那他现在仍被关押在遗弃之地吗？楚风问道。还在遗弃之地，不过紫菱是何人？那可是宗主大人看好的人，相信宗主大人不会真的难为紫菱的。我们都觉得宗主大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将紫菱放出来，绝不可能一直将她关押着。主事大人说道。听到主事大人这样说，楚风对紫菱的担忧也是减缓了一些。不管职位如何，主事大人在卧龙武宗这么久，对宗主大人的了解应该也是有着一些的。他这样觉得必然有他的道理。主事大人，弟子刚刚拜入卧龙武宗，对于卧龙武宗的格局还不是特别了解，不知主事大人能否为弟子解惑？楚风问道。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便是。主事大人说道。10位卧龙弟子现在都是谁？楚风觉得这10位卧龙弟子之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并且无论是敌是友，都将是自己要超越之人。楚风与他们必然是要有所瓜葛的。楚风先知道他们的一些底细，总是好的。而这种事旁人都知道，主事大人自然也不会隐瞒，而是如实告知。经过主事大人一番讲述后，楚风已是得知卧龙弟子第10位名为李牧之，此人是东龙院弟子，爷爷乃卧龙长老之一的李凤仙。李牧之如今正在闭关，闭关前修为是8品至尊，出关后很可能会踏入9品至尊。虽然结界之术较为出色，乃是龙变3重，但实力却也的确是卧龙弟子中最弱的一个。而这李牧之，楚风见过，当日在龙石之中，正是这李牧之和他爷爷将于婷带走的。至于卧龙弟子排名第9的，名为端木阳，西虎院9品至尊；卧龙弟子排名第8的，名为端木象，西虎院9品至尊。端木象与端木阳乃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2人其实实力相当。卧龙弟子排名第7的，名为明天骄，东龙院
这位有些不一样，因为他的修为不再是至尊境，而是武尊境。虽然只是一品武尊，但却已是非同小可。卧龙弟子排名第6的便是紫菱，紫菱的身份也是东龙院弟子。根据主事大人所说，紫菱被关押起来之前，修为刚刚突破到一品武尊，且击败了明天骄，所以才名列第6。讲述到紫菱的时候，主事大人忍不住强调起来，其实当今卧龙武宗的小辈，可谓是自独孤凌天大人与宗主大人那一代外，最为人才辈出的一代。而紫菱原本是这一代小辈之中天赋最为卓越之人，不过现在出了一个你，紫菱这天赋最强地位可能是要不保了。当然紫菱在短时间内就冲到了卧龙弟子第6的位置，若不是被关押起来，也许他不仅仅是这个位置。所以楚风，你也要努力啊！虽然你的天赋很强，但是当今卧龙武宗的同辈可也没有一个是弱者，他们也都是真正的天才之流。主事大人对楚风说道：“弟子必会竭尽所能。”楚风说道：“他当然要竭尽所能，他要做的可是救出紫菱。至于卧龙弟子排名第5的，名为宋茜，也是东龙院弟子，她的修为在2品武尊，乃东龙院最强的女弟子。而卧龙弟子排在第4的，名为夏言，这夏言可不简单，她的修为不仅在2品武尊境，结界之术也极为出色，乃是当今小辈之中结界之术最强的弟子，拥有龙变4重的结界之术。而他乃是南阙院弟子，其爷爷乃是卧龙长老之一的夏之成大人，而他的外公乃是刑罚堂堂主，父亲则是刑罚堂副堂主。最主要的是，夏言有一个干弟弟，那个干弟弟正是被你打过的南阙院弟子夏冉。虽非亲生姐弟，可夏言非常疼爱夏冉，所以楚风这10位卧龙弟子之中，你最要小心的就是夏言。他现如今在闭关，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出关，而以他对夏冉的疼爱，待他出关之后，多半是要找你麻烦的。主事大人对楚风提醒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楚风淡淡一句，已是表明了他的心态。而他那淡然自若，没有丝毫畏惧的表情，虽然让主事大人刮目相看，但却也让主事大人担心起来。年轻人有血性是好事，但血性太盛，可就未必是好事了。楚风啊，夏言只是对夏冉虽然很是疼爱，所以关于夏冉的事情，他判断起来容易失去理智，但实际上夏言并非不讲理之人。若是他来找你，你态度不要太过强硬，与他好好解释，我再去找人说一说。此事并非过不去。主事大人对楚风劝道：“看得出来，就连主事大人也是有些惧怕夏言。其实这也正常，毕竟夏言身后的人可都是这位主事大人不敢招惹，甚至只能仰望的人。多谢主事大人。”楚风性格冲动，让您费心了。楚风也是略感歉意的说道，他能感觉到主事大人其实是很担心自己的。你是我北玄院的弟子，我北玄院也会全力保你。主事大人笑了笑，随后便继续为楚风讲述起卧龙弟子的排名。卧龙弟子名列第3位的，名为左丘炎凉，乃东龙院弟子。左丘炎凉的爷爷可不简单，乃是当今卧龙武宗的副宗主大人。主事大人话到此处，楚风忍不住感叹，又是一个背景雄厚的人呢。是啊，不过他不止背景雄厚，能走到这一步也是他自身的能力。左丘炎凉从小就天赋异禀，乃是天才中的天才，如今乃是3品武尊。主事大人说道：“那第2位呢？”楚风忍不住追问道：“名列第2位的，本是我卧龙武宗当今最强小辈，同样是东龙院的弟子，此人名为左丘幽雨，与左丘炎凉同父同母，比左丘炎凉要小上2岁。左丘幽雨的天赋还要在其哥哥左丘炎凉之上，不过他修炼却是稳扎稳打。虽然5年前他的修为还在其哥哥之下，但是如今已是追赶上来。”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问道：“难道那左丘幽雨乃是4品武尊？”楚风之所以这样问，乃是楚风知道武尊境的可怕。想一想，龙氏族长那等人物也只是3品武尊，若是这位左丘幽雨是4品武尊的话，那将代表着什么？虽然圣光天河的人都知道卧龙武宗深不可测，但大多人的认知中，卧龙武宗乃是在圣光一族之下的。可现在再看，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圣光一族已经没有资格进入卧龙武宗了，因为卧龙武宗当真是深不可测。小辈已是如此，卧龙武宗那些卧龙长老以及宗主又将拥有何等实力？非也。其实左丘幽雨和左丘炎凉一样，也是3品武尊。其实他们兄弟2人实力相差不多，只是因为各方面的战绩，左丘幽雨优于左丘炎凉，而左丘炎凉也愿意让自己弟弟在自己之上，所以左丘幽雨的排名才在左丘炎凉之上。对了，楚风这兄弟俩可也都对紫菱非常喜欢。主事大人意味深长地说道，言外之意就是，若是楚风真的对紫菱有意思，那么这2位可就是楚风的情敌，也是劲敌。但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因为楚风知道紫菱根本不会把他们2个放在眼里，紫菱的心中只有他。对于这一点，楚风还是十分自信的。至于实力吗？现在的确不如他们，但楚风也同样有自信会超越他们。主事大人，您刚刚说左丘幽雨本是卧龙武宗当今最强小辈，可是他不是名列卧龙弟子第2位吗？那第1位呢？难道是空缺的吗？楚风问道。原本左丘幽雨就是卧龙弟子第1位，但是前些时日宗主大人带回来一位弟子，那位弟子到来之后，左丘幽雨便降为了第2名，那位新来的弟子被列为了第1名。主事大人说道。那他叫什么？修为是何境界？楚风连连问道。没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副宗主和卧龙长老之外，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刚刚回来就被宗主大人带着一同修炼去了。总之宗主大人对他是极为看好。主事大人说道。难道是宗主大人是在卧龙武宗之外找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小辈？楚风问道。卧龙武宗之内的确有这种猜想，人们猜测是紫菱让宗主大人寒心，于是宗主大人去找了新的继承人，并且还被宗主大人找到了，能刚刚带入卧龙武宗就名列卧龙弟子之首，那他的实力至少也是3品武尊，甚至可能更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卧龙弟子，只有小辈可以获得这个称号，所以说明他也是一位小辈。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猜想，那就是此人本就是宗主大人的闭门弟子，只是宗主大人一直秘密培养他，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罢了。但不管怎么说，刚刚带入卧龙武宗，宗主大人便亲自宣布他乃卧龙弟子之首，便足以看出宗主大人对他的看好。主事大人说道：“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人物。”得知此事，楚风心中有些没了底。他不知道这是福是祸，同样是被宗主大人极为看好之人，那就必然与紫菱会有一些瓜葛。说他是福，此人若真的各方面都在紫菱之上，那也许卧龙武宗的宗主就会全力培养此人，也就愿意放紫菱离开，或是对紫菱没了那么多要求。但说他是祸，也同样与此有关。倘若他真的各方面都在紫菱之上，能够取代紫菱，万一卧龙武宗的宗主心火难消，直接做出对紫菱不利的事，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虽然楚风也觉得后者可能性很小，但楚风仍是有着一些担忧。看来你对他也很是好奇，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不过算一算时日，宗主大人出关的时间也快到了，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位名列卧龙武宗第一位的新人弟子就会露出真容，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睹这位卧龙之首的真面目了。主事大人感叹道：“还有一件事，楚风，这个你拿回去。”主事大人将一个玉瓶递给了楚风。主事大人，您这是？楚风接过玉瓶，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种黑色的液体，有一点点臭，又有一点点粘稠，看上去不像是什么好东西，更像是毒药。但楚风却能看得出来，其实此物乃淬炼之物，再过3日便是新人弟子的淬炼洗礼了。你先用它来淬炼身体，对你会有一些帮助。主事大人说道。新人弟子淬炼洗礼，那是怎样的淬炼洗礼？楚风进入卧龙武宗也是了解了一些事情，和自己有关的事，北玄院的弟子都会告诉自己，但这所谓的新人弟子淬炼洗礼，楚风倒是没有听说过，所以才会好奇。这淬炼洗礼的地方是一处名为黑水六指潭的地方，那也是开宗祖师亲自布置的一处修炼阵。说起此阵，还要说起卧龙武宗内的天地能量。其实卧龙武宗内的天地能量是要远远强于外界，并且较为好吸收炼化的，但楚风你应该感受不到，因为你还并没有经历过淬炼和洗礼，唯有经过淬炼和洗礼之后，才能彻底与卧龙武宗融为一体，才能感受到我卧龙武宗内那些特殊的天地能量。而淬炼的地方便正是这黑水六指潭。不过黑水六指潭正常来说5年才会开放一次，如今距离黑水六指潭开放时间才过去了4年，按理来说不会开放，但我刚刚收到通知，黑水六指潭已经打开了。3日之后，这4年间所有拜入卧龙武宗的弟子都要进入黑水六指潭去接受淬炼洗礼。明日我就会将这件事公布，相信其他3院也会公布。其实此物便是黑水六指潭内的精华黑水，你回去之后以浴盆盛满水，再加入适量的黑水，淬炼3日之后，你再进入黑水六指潭，身体会与其中的黑水更为契合，得到的好处也会更多。对了，楚风，精华黑水也是珍贵之物，我不方便给我们北玄院所有新人弟子使用，所以我将它给你这件事，你还是不要与他人说为好。主事大人说道。多谢主事大人。楚风赶忙笑嘻嘻的感谢起来，他明白主事大人这是给他开小灶了，你也不用谢我，你乃是我北玄院天赋最优秀的弟子，我也希望你能为我北玄院争光。黑水六指潭内也是有着一些记录的，那些记录同样刻着独孤凌天大人的名字，若是可以，我希望你能够将那些名字改成你楚风的。主事大人说道。弟子必会竭尽全力，不让主事大人失望。楚风保证道。随后楚风又与主事大人交谈了一些，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楚风按照主事大人吩咐，使用这黑水淬炼身体。这黑水果然有着一些特殊功效，但对身体却并没有伤害。而到了次日清晨，果然黑水六指潭即将开启，所有未曾进入过黑水六指潭的新人弟子都要进入其中接受淬炼洗礼的消息也是在北玄院传开。只不过因为过了1夜的原因，距离黑水六指潭开启已经不是3日，而是2日。至于楚风，清晨的时候又以主事大人给他的黑水进行了一些淬炼洗礼之后，楚风便走出府邸，到外面感受了一下，发现自己所感受到的天地能量竟真的增强了一些，说明主事大人所说的接受淬炼洗礼之后能够感受到卧龙武宗内那些特殊天地能量的话乃是真的。主事大人，只是楚风刚刚回到府邸内，便发现一道身影来到了楚风面前，此人正是北玄院的主事大人。楚风进去说。主事大人直接走入了楚风的府邸，而楚风也是赶忙跟了过去。主事大人，是发生何事了？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楚风发现主事大人的脸色较为凝重，说明可能是有什么大事或是不好的事发生。我也不知道此事对你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楚风你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人生便是如此，有一些人他命中注定与你无缘，那你便也不必强求。主事大人说道。主事大人，到底何事？是与紫菱有关吗？楚风问道。原来昨夜宗主大人出关了，而刚刚宗主大人亲自宣布了一件事，他要为紫菱招亲订婚。主事大人说道。招亲订婚？如何招亲？如何订婚？楚风问道。所有卧龙武宗弟子都可报名，但我听闻有4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小辈年岁，而第2个要求乃是1月之内。主事大人说道。小辈年岁1月之内是此次招亲只有小辈可以参加，并且会1月之内为紫菱完成招亲吗？楚风问道。我也不确定，但多半就是字面的意思。此次招亲究竟是怎样的，还要等待后面2个要求公布才知晓。这个消息也很快就会公布，别人不知道，那几位卧龙弟子肯定会去试一试的。所以楚风，我是想劝你一下，虽然你有报名资格，但是我劝你不要去。主事大人说道。主事大人，什么事情楚风都可以听您的，但是这件事我楚风必须去。紫菱只能是我的。楚风说道。紫菱只能是我的。听到楚风这样说，
主事大人就有些慌了，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眼见不妙，他本想继续劝楚风，可这一看才发现，楚风的眼中竟布满了决意，那是一种难以动摇的决意。看到这样的眼神，主事大人就更慌了。楚风，紫菱虽优秀，但你对她也不了解，又何必对紫菱有如此执念？主事大人说道。主事大人，实不相瞒，在这里可能没人比我更了解紫菱了。楚风说道。难道你之前就认识她？主事大人察觉到了不对，我就是紫菱的相公。楚风说道。楚风，你此话可是当真？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主事大人说道。倘若主事大人觉得是玩笑，那在你眼中可以是玩笑，但在我这里，紫菱就是我的，绝对不会是玩笑。楚风说道。楚风，你这……主事大人看楚风如此凝重的神情，也是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真的。楚风，就算此事是真的，也还是不要声张为好。你信我，我不会害你。主事大人提醒道。主事大人放心。楚风心中有数的。楚风笑了笑，他也不希望主事大人为他担心。随后，主事大人又与楚风交谈了一些，但也都是劝楚风的一些话。眼见楚风心意已决，他也是就此离开。至于楚风，则是继续闭关，尝试破解卧龙魂甲。而当中午的时候，外面开始变得喧闹了起来，那正是宗主大人为紫菱招亲订婚的事情传开了。此事公开，楚风也是没有心情继续待在府邸内破解卧龙魂甲，于是也是前往了那报名的地方。报名之地乃是一座广场，因位于卧龙武宗的最中心，因此叫做中心广场。中心广场十分辽阔，可容纳亿万人同时聚集于此。平日里卧龙武宗有重要事情都会在此宣布，此时这中心广场更是人满为患，寺院弟子都来到了此处，不仅仅是小辈，就连上一代的弟子以及长老们也都是来了。今日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和盛典，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自然是因为紫菱之事。广场中心设立了一座高台，这高台应该是刚刚设立的。高台后方有着4块板子，后面2块板子由红布盖着，那红布乃是宝物，哪怕结界之术也是看不穿。有这红布在，自然也看不到板子上的字，而前面2块板子并没有红布遮盖，所以上面的字迹也是看得清楚。第1块，小辈年岁；第2块，1月之内。此次招亲订婚的要求之2。至于后面2块板子上面，自然也是写着剩下的2个要求，只是这红布没有掀开之前，人们也是不知道那要求究竟是什么。不过相比于那4块要求，楚风眼下更关注的乃是高台前方。高台前方的侧面同样有着一块木板，木板下方还准备了一支笔，这块木板便是报名的地方，只要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就可以参加此次招亲订婚。而眼下这块木板上面已是有了2个名字，分别是左丘幽雨以及左丘炎凉，这2位乃是如今卧龙弟子，分别名列第2和第3的人。除了那个被宗主大人带回宗内，至今还未露面的弟子外，他们2个乃是当今小辈弟子之中最强的。而眼下聚集在此处的人虽然多，但是除了他们2个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人报名。但这也能够理解，紫菱是何等人物，那可是宗主大人的心头肉。哪怕在当今这个被誉为小辈之中最人才辈出的时代，紫菱那也是天赋最强的弟子，没有一点本事，谁敢去争夺紫菱？若没本事还要参加此次招亲大会，那不仅是自取其辱，更是会树立大敌。所以人们来到这里只是凑热闹的，首先看看此事真伪，当确定确有其事后，也想看看到底有谁会明目张胆的来争夺紫菱这位宗主大人的闭门弟子。快看，是端木兄弟！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原来是西湖院的端木兄弟，端木相与端木阳来了。端木相与端木阳乃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得可谓一模一样，而他们2人的长相也可以用青年才俊来形容，不仅英俊，看上去还很是得体。他们出场之后，并没非趾高气昂，而是客气的与熟人打招呼，可谓是相当的随和。不过他们2个在与熟人打招呼的同时，脚步却并未停下，而是径直的走上了高台，分别将他们2人的名字留在了那板子之上。对于他们2人会参加此次招亲大会，其实人们早有预料，端木兄弟对紫菱的心意是从未遮掩的，如今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的。楚风，你怎么也来了？忽然人群之中有一声呼喊响起，顺声观望，只见兔圆圆正对自己摆手，见楚风看到了他更是大步的向楚风冲了过来。兔圆圆刚才的声音非常的大，几乎整个广场的人都听得清楚，再加上这丫头有些姿色，她这个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楚风？哪个楚风？是北玄院的，该不会是北玄院那个楚风吧？是他，我见过他就是那个楚风。好家伙，长得不错嘛，只是他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但很快人们都将目光汇集在了楚风的身上，也不知道兔圆圆是不是故意的，但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成功的让楚风成为了此处最受瞩目的人。毕竟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这件事实在太过轰动，楚风的名声早就响彻开来，只是见过楚风的人并不多罢了。眼下见到本尊，人们自然十分关注，只不过更多的目光却仍是质疑：你来凑什么热闹？难道你也要报名和我争紫菱？楚风笑着问道：我是看热闹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报名吗？兔圆圆笑嘻嘻的解释，可忽然反应过来，于是睁大美眸看向楚风：咦，你刚刚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报名？而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在场的其他人想问的，难道这个北玄院的弟子也要加入到紫菱的争夺之中？对于兔圆圆那惊讶的眼神以及众人怀疑的目光，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那高台走了过去。端木兄弟还在高台之上没有下来，眼看着楚风真的也向高台走去，他们2人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但楚风却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直接走到高台之上。他用行动告诉了人们他的答案，他就是要参加此次紫菱的争夺之中。等一下，
可就在楚风准备拿起那根笔，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木板上的时候，那站在高台上的端木像却是忽然开口喝止。他不仅喝止，语气还有些不善，这让楚风对端木像的印象有了变化。本来楚风觉得端木兄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来看倒是高看他们了。于是楚风根本没有理会那端木像，而是迅速提笔在那木板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楚风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最前方，不仅在端木像和端木阳的前方，还在左丘幽雨以及左丘炎凉的前方。楚风知道此举不妥，会得罪人，可偏偏他就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紫菱乃是自己的爱人，谁都别想与他争抢，就算要抢，其他人也只能排在他的后头。其他事情楚风可以让步，但关乎自己女人，楚风绝对不会让步，连半步都不会让。我与你说话，你听不到吗？端木像对楚风追问道，语气已是有些不善。不好意思，所以你刚刚是在叫我吗？楚风回头看向端木像，废话，这台上就我们3个人，我哥叫的不是你，难道会是我吗？端木阳也开口了，相比于端木像，他的态度更恶劣，至少与他们对其他人的态度时相比，他们对楚风可谓敌意满满。你也是人，为何他说话就一定是对我，就不能是对你呢？楚风眯着眼睛，一副人畜无害、天真无邪的模样看着端木阳，但任凭是谁都听得出来，楚风分明就是在挖苦端木阳。你敢骂我？端木阳更是气愤地对着楚风大吼起来，骂你？我说你是人，居然成了骂你？难道我应该说你不是人，才不是骂你？楚风摊手耸肩，一副很无奈的模样。无礼之徒，你是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吗？那端木阳说话间，竟释放出了自己9品至尊的威压。9品至尊，在场的小辈弟子中乃是极强存在，否则他们兄弟2人也不会名列卧龙弟子。但实际上，此处乃是卧虎藏龙，莫说是长老们，哪怕是脱离小辈范畴的弟子们，实力在端木兄弟之上的也是有着不少。但眼见着端木阳释放威压，却并没有人出手阻拦。这里的人同样喜欢看热闹，怎么想要以势压人，恃强凌弱？只是面对端木阳的威压，楚风却依旧笑容不减，只是此时的笑不像之前那般礼貌性的微笑，反而更具嘲讽性。就在此时，那端木像伸手拍了拍端木阳，示意其将威压收起来。随后端木像便看向楚风，楚风，你就是那个刚刚拜入卧龙武宗，便在雪域天峰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的那个吧？是我。楚风回道，你刚刚拜入卧龙武宗，就做了一件大事，你有些膨胀，我能够理解，但是身为师兄，就应该对你做出提点，免得你走错了路。你知道在这里写下名字代表着什么吗？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端木像指着木板对楚风说道，你不用强调，我楚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楚风说道，你既然知道，你也敢将你名字写上去，你认为你有这个资格吗？端木像凝声问道，语气越发强硬，甚至颇具怒意。为何不可？难道有规定我不能将名字写上去？楚风也是收起笑容，面容变得凝重。楚风年轻气盛可以，但也要有自知之明。紫菱师妹为何人？她乃是宗主大人的闭门弟子，她之优秀，唯有宗门最优秀的人才配得上她。你也配？端木像说道，你们兄弟也将名字写上去了，所以你是想说你们兄弟2人才是卧龙武宗最优秀的人，其他人都配不上紫菱，只有你们配得上？楚风反问道，你少强词夺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不配。别以为你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就真的能一飞冲天。你不要小看卧龙武宗，天赋不能代表一切，在这里比你强的人数不胜数。端木像对楚风说道，我楚风从来没有小看卧龙武宗，但我确实看不起你们2个。楚风说道，什么？这家伙可真敢说啊！楚风此话一出，莫说端木兄弟，就连围观之人也是颇为震动。大家都看得出来，端木兄弟就是要找楚风麻烦。这种场合下，楚风若是收敛一点，其实端木兄弟也不好太过为难楚风。可楚风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一再顶撞。而刚刚那句话更可以说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他是过了嘴瘾，但接下来要承受的代价便是给了端木兄弟一个对付他的理由。看不起我们2个，你什么身份也敢看不起我们？你可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乃是卧龙弟子，卧龙弟子的封号乃是宗主大人亲封。你看不起我们，难道是在质疑宗主大人吗？果然，端木像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便立刻给楚风扣上了质疑宗主大人的帽子。但楚风却丝毫不慌，反而冷然一笑，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看不起你们，可没说质疑宗主大人。楚风，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们？你若是不服，我可以与你较量一番，让你领教一下卧龙弟子的实力。端木阳说话间，威压再度释放而出。干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堂堂卧龙弟子欺负刚刚入门的新人弟子？楚风问道，你不是看不起我们？端木阳问道，对，我就是看不起你们。若要比，我可以与你们比，咱们就比天赋。楚风说话间，直接取出了一块测试石，丢在了高台之上。别说我楚风不给你们机会，你们若觉得不公平，可以自己拿出测试器物，也可以请在场长老提供。咱们今日就比天赋，天赋低的就自己把自己的名字从那上面擦下去，可敢否？楚风指着木牌上端木兄弟的名字说道。楚风都是修武者，若要比就比武力。端木像说道，我就是要比天赋，你们敢吗？楚风问道。楚风，你是自知武力不如我兄弟2人，所以才提出如此荒谬的比试吧？端木阳说道，我自认为天赋在你们之上，所以就我要与你们比天赋。怎么，堂堂卧龙弟子不敢？楚风冷笑连连。端木兄弟十分气愤，但同时却也面露为难之色。他们已经听闻楚风在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之前，可是先触发了神级天赋的。虽然他们也质疑楚风是否真的触发了神级天赋，可若要他们与楚风比拼天赋，他们的确不敢。
而看到端木兄弟脸上的为难之色，台下众人无论长老还是弟子，对楚风都是刮目相看。自从端木向喝止楚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知道端木兄弟是要难为楚风。毕竟一个新人弟子胆敢登上那高台，并且还将自己名字写在左丘幽雨以及左丘炎凉之前，这的确太过自负了一些。就算端木兄弟教训楚风，他们也愿意旁观。本来人们都已经做好了看热闹的准备，但任谁也没想到这局面会是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原本率先刁难的端木兄弟竟然如此的被动，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楚风虽是新人弟子，但却看绝对不是一个好欺负的角色。